去年的韩剧有很多出圈的作品，比如《黑暗荣耀》、《超异能者》还有《恶鬼》等等，尤其是《黑暗荣耀》算是2023年的第一爽剧。来到2024年，开年竟然又是一部复仇爽剧，请和我的老公结婚，只不过题目没有《黑暗荣耀》那么霸气，说起来还有些奇葩。冤死的女主，正常人怎会让别人和自己的老公结婚呢？这不是助长小三的气焰。没错，女主姜智媛确实不是正常人，她是一名癌症晚期病人，她面色惨白，身体消瘦，孤独地躺在医院中，无人照顾。你可能以为这是一出爱情戏码，智媛舍不得老公，于是在临死前想找人与他结婚，好让自己死得了无心愿。结果话锋一转，她的医药费没人续缴，打电话老公不接，发短信他也不回，为了续命只能打车回家一探究竟。虚弱的智媛勉强回到家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闺蜜与老公搂在床上卿卿我我，他们还在密谋着等智媛死后该如何处置她的保险金。智媛怒火中烧，对着这堆垃圾一顿乱砸，可她实在太虚弱了，被渣男用力一推，整个人就砸在了桌角，一命呜呼。智媛死得不甘心，她太冤了，她的整个人生都很冤。绿茶女闺蜜，从小智媛就与父亲相依为命，原本的生活虽苦，但和父亲一起，苦点也能承受。父亲因癌症去世后，她的世界就崩塌了，唯一她视为亲人的朋友就是好闺蜜江秀敏。这个闺蜜可厉害了，是个高级的绿茶女，与智媛在一起就是因为她好欺负。比如说绿茶女想出去吃饭，可智媛想吃员工餐，于是她表面答应，盛完饭扭身就全泼在智媛身上，还假情假意地说自己不小心。为了表现自己，绿茶女表面上邀请智媛单独吃饭，可背地里却是拉她去参加同学聚会，还送了一对假的珍珠耳环，让她在同学面前出丑。绿茶女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去勾搭上司，利用智媛写的策划方案给自己上位。你可能好奇，这么坏的绿茶女江智媛为什么能忍？因为她太善良了。智媛觉得既然是好朋友，开开玩笑也没什么，忍忍就过去了。绿茶女逐渐上头，到后来智媛有什么她就想抢什么，包括她的老公，渣男老公。智媛本身很优秀，有颜值有智慧，本来应该嫁一个更好的男人，可她遇人不淑，偏偏找的男朋友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妈宝男。平常这个男人看着人畜无害，一旦智媛提分手，他就会出手打他，打到他不说分手为止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智媛一直没有摆脱这个渣男的控制，直到与他结婚。本以为结婚了日子会好过一些，结果不但没有变好，反而变得更糟。没有父母的帮衬，渣男的母亲天天对他吆来喝去，还教育他要三从四德，对男人好。到最后拼命工作养家的智媛被查出了癌症晚期，你以为这就能休息了？不可能，渣男母亲说要工作到不能工作为止。就算住进了医院，渣男还在算计他，提前为他买了保险，就等着他油尽灯枯，自己好美美的拿到一大笔保费，逍遥快活。这个渣男甚至等不到智媛去世，就早早的和他的闺蜜绿茶女勾搭在一起了。重生复仇。智媛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，坐上车，她那消瘦痛苦的模样令人心疼。她有气无力地和司机说着话，想着自己没有希望的未来，她哭了。司机却笑着说，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，于是扭头就载着她走了另一条满是樱花飘落的长街。临下车，司机把钱还给了智媛，告诉她就当是爸爸给你的零花钱吧，收下了你就会立刻生龙活虎，赚大钱，还会遇到一个出生入死的好男人，一起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一开始智媛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等她恍惚间想明白，才发现自己已经穿越时间，回到了10年前。而那个开车送她的司机不是别人，正是智媛去世多年的父亲。他用自己转世的机会换了智媛的一世性命，复仇也从这一刻开始。智媛发现，她虽然穿越了时间，可是该发生的事情依旧会发生。如果想要那些事情不再发生，那就只能将自己的霉运转移出去。只要有人把自己的霉运偷走，那他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。
于是一个计划在他的心里慢慢成型。复仇爽剧第一集突出了女主江志媛的惨，还有她前世的苦。第二集算是转折，她搞明白了自己不能像从前那么活，要开始复仇。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如何撮合渣男狗焕与绿茶女在一起。只要他俩在一起，志媛就能彻底摆脱。说起来，他们原本就互相喜欢，就要背着他在一起，现在加速他俩在一起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而这也是本剧最大的看点。复仇第一，把垃圾渣男甩给绿茶闺蜜是第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型，赶紧刷起来，感觉它有点黑暗荣耀、复仇爽剧的味道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更新太慢，等不及的小伙伴可以再等等，攒多一些再刷。